明明是你们亲手把他逼出香港，现在又怪他不找你们合作。随着功夫女足爆火，一帮老港星都出来抱怨，星爷现在不找他们合作了。乍一听很心酸，好像星爷不念旧情，但深究起来才发现，是他们亲手将星爷赶出香港，堵死了彼此的合作之路。老牌武行梁小龙自恃出道早，辈分高，拍完功夫大骂周星驰拍戏极度严苛，一个镜头反复调整，让他吃不消，却忘了他们这些老演员曾标榜的就是能吃苦、够负责、敢拿命去拼一个角色。怎么到了周星驰这严一点、要求精准一点就不行了？梁小龙还抱怨拍戏2个月，星爷只给了50万片酬，可他却忘了，星爷找到他时，他早不是香港四小龙了，是周星驰给了他重回巅峰的机会，塑造出一个足以吃一辈子的经典形象，而且片酬早已提前谈妥，双方认可。说到底是商业合作，你情我愿，只是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再度翻红爆红之后，才觉得当初才好的片酬配不上如今的身价。多次合作的黄一飞一直被周星驰敬称为飞哥，拍少林足球时，周星驰特意为他量身打造铁头功大师兄，让他一举拿下金像奖、金紫金奖双料最佳男配，成为演艺生涯一辈子的最高光。可也正是这部戏埋下了两人多年的心结。酒吧被砸那场戏，为了镜头效果，连续原剧砸了8个软胶道具酒瓶，虽然不是真玻璃，但年纪偏大的黄奕为确实难以承受，一度险些晕厥。醒来周星驰没有嘘寒问暖，第一句问的是还能不能继续拍。也正因这件事，黄一飞心里落下疙瘩，觉得周星驰眼里只有镜头没有人情。再加上后来周星驰不再称呼他飞哥，成了简单的喂那个谁，让他心里倍感落差。他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叫飞哥，那就成名了，不然叫黄一飞又叫不出口，来了，天哪！严格来说，双方都没有错。周星驰坚持片场状态下，先追求拍摄效果，但老港星重情义重辈分，难免觉得周星驰没人情味。罗家英当众感叹，星爷不找他们合作了。國內嘅演員佢哋冇用香港演員。这时倒不记得当年他曾抱怨星爷不讲情义，原本答应拍一部戏，却拍成了上下2部，最终只拿到1部戏的钱。可事实却是他只参与拍了几天，下部用的还是上部的素材。即便后来罗家英多次道歉，也难以消除对周星驰的影响。至于发掘周星驰的李修贤，确实有知遇之恩，带着初出茅庐的周星驰入行拿奖，但商业合作本就公私安杂，周星驰在合约期内无人力捧，资源平平，还被转让给永盛，李秀贤赚了多少差价，只有自己心里清楚。而他多年放不下的，不是周星驰不念旧情，而是错失绝世摇钱树的遗憾，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手里走出一个时代巨星，却再也复制不出第2个的不甘心。一桩桩一件件看似都是小事，却层层叠加，慢慢拉开了周星驰和整个港圈的黑。但这些恩怨都不是周星驰彻底转向内地的核心原因，真正的关键其实是内地票房大盘完全碾压香港销体量，一部大片的内地票房远超香港数年总票房。所以与其在港圈艰难生存，不如彻底转投内地，靠着韩三爷的力挺，长江7号、大话西游功夫先后亮相，完全占领内地市场。华谊靠着功夫赚了4.6亿票房，后来的西游降魔篇又拿下12.48亿，被坑8000万分红后，星爷转投和光线传媒合作，一部美人鱼狂揽34亿，碾压华谊当年所有电影总和。所以星爷从不欠谁的，所有合作过的人都从他身上得到巨大好处，多少演员做梦都想当他的龙套，因为他们知道跟周星驰合作哪怕几分钟都可能逆天改命。这就是星爷的硬实力。他一生热爱电影，尊重电影，从不会为了人情资本让步，一次不忠百次不容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些亲手跟他划清界限的人，凭什么要求他一直记着你，持续给你演出机会？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不要拿不念旧情去道德绑架任何人。星爷把机会摆在每个人面前，珍惜与否全凭自己，人情有来有往，一味索取终究难以长久。